Hello， 大家好啊！经常看我频道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我70万日元买下来的。很多人就很好奇了，主播你是怎么买到这么便宜的物件的呢？那么今天主播就给大家揭秘一下，主播当年是如何买到这么便宜的物件的。那么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主播今天这个布景很梦幻，很有氛围感。为什么呢？因为主播呢就是要用这种吸引人眼球的话题来把大家骗进来看我讲废话。那么这个房子呢是我4月底的时候买下来的。确定买这个房子的当天呢，其实我有拍一个视频来记录当天的心情。然后呢，我呢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健忘症，就是我现在记得当时是怎么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的，但是说实话，我对当天的心情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天的心情很激动。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天我拍的这个小视频，看看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买到了一个70万日元的房子呢。现在我在夕阳下等花火大会。今天我一不小心买了个房子，真的是一不小心。我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救命啊！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我花5万块钱人民币买了一个房。因为从去年开始，日本的中介费买这种很便宜的房子，中介费已经涨到最低33万了，再加上杂七杂八一些费用，其实你买一个房子，除去本身房子的价格，你可能最少也要花50万日元。那这样算起来，这个房子我本体只花了50万，也就是2万5人民币。OK， 我这里纠正一下，如果你关注过这种买日本便宜的房子的事情，你应该会知道，现在中介费就是33万起。然后呢，我当天是以为这个中介也一定会收33万的，但最后呢，这个中介只收了11万。究竟这个中介为什么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因为其他的中介啊，不管你这个房子是什么渠道买的，你只要过他的手就是33万。这件事情不要有人在评论区跟我反对啊，反对就是你没买过，你买过你就知道就是33万。所以呢，算到最后，你们也看过我之前那个视频了，算到最后这个房子是70万买下来的，不是50万，就是2万5人民币。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表情好像黄子韬。好，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今天跟老师一起做地域，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域的 project， 我们今天是相当于到这边空置地区来做一个见学，了解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农村长什么样子。见学完之后，刚好有一个樱花的花火大会。虽然现在樱花一朵都没开，他们还是如约举行这个花火大会。我就想说，来都来了，来看一下花火大会吧。然后来花火大会路上呢，途经了一间我之前在 Small 上面看到的一间很便宜的房子，因为它房龄比较老，然后确实那个房子外表已经很破了，所以它本身标价就很便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只看便宜房子。然后开车从那里路过的时候，我一看那个老头在，不能说人家老头，人家对我这么好，对不起，真的不应该叫人家老头，就是一个叔叔，没有那么大年纪。有一个叔叔在房子门口就在补楼梯，那个房子太老了，楼梯已经剥落了。你们知道这件事真正的巧合在哪里吗？巧合在于这个房主他本人是不住在这里的，这个是他之前爸爸妈妈住的房子，然后他爸爸是去世了，他妈妈去养老院了，所以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他本人是一直住在札幌的，很偶尔，可能1年来个2、3次维护一下这个房子，而且我自己1年也来不了这个地方1次，谁没事往这边跑呀？我也是因为那天刚好学校有活动，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当天有个花火大会，所以我从学校活动的那个地方到花火大会的中间会路过这个房子。当天这个房主叔叔出现在这个房子和我出现在这个房子都是一个巧合。我说实话，我真的最喜欢这种巧合了，这种生活中的偶发事件永远都让我心动。我特别喜欢这种不确定的突发事件，让我觉得分泌多巴胺，真的太有意思了。然后我就开车过去，我说不好意思，您这房子是在卖吗？我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不？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就带我进去看了。我进去一看，其实房子里面还蛮好的，并不是很破。然后我就看了一圈，我就夸，我说这个房子比我那个思ったより綺麗。然后我就说你这房子要卖多少钱？其实我知道它卖多少钱，因为我早就在网上看过了。然后他就说我这个房子170万左右，加上一些手续费的话，可能要200万。我就说有点贵，能不能便宜一点？其实我没想到它能便宜那么多。他就说那150万贵吗？我说然后他就说那130万贵吗？我说然后他说120万吧。
我说，如果100万的话，我立刻就可以给你钱。我说100万的话，我真的可以立刻给你钱，因为我现在存折上就有100万，你要看吗？我就打开手机，我说给你看。他说不用看不用看，那就100万吧。所有的手续费加上名义变更费巴拉巴拉之类的，他说一共100万。然后他说电界留给我，冰箱也留给我。我承认，我为了讲价是使用了一些小手段、小伎俩，我卖萌了。但是事实证明，卖萌真的有用。所以呢，下次大家买房子讲价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卖萌。你们就说，我没有那么多钱。说不定卖家呢一心软就给你便宜50%，对吧？但其实算起来，这个叔叔好像给我便宜了不止50%，因为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170万，然后加上手续费一共是200万，我是连着手续费一起讲价到100万，最后这个房子的本体的价格是70万，所以它相当于给我便宜了100万，从170万变70万，不是5折哦，是4折，相当于这个叔叔给我打了4折。然后他就让我自己联系那个中介，跟中介说房主同意100万了。我说我不敢说，我霓虹够黑的，你自己给中介说一下行不？然后他打中介电话，然后发现是5·1黄金周休假了，中介可能5·1之后再联系我。如果我这个视频发出来，我应该已经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然后那个大叔真的好好呀，他绑了一个那种头巾，一副劳动人民的模样。我就说，你这个房子卖给我之前，能不能把你该修的这些楼梯啊什么的给我修好？他说可以。然后他就相当于先把他就是那些楼梯的破的地方给我修好了，再把这个房子卖给我，到时候去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天，人民币5万，我就说不说里面的大小了吧，他外面带一块土地，我可以实现我做花园的梦想了。OK， 基本上整件事情就是这样了，大家多思いますか。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能买到这个房子是一件非常幸运而且有缘分的事情，我到现在也非常满意我这个决定。然后呢，感觉好像有一种开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感觉，说的怎么跟结婚了一样。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就说怎么说来着，搜一下，很有哲理的。找到了，他是这样说的：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万强，你做出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我觉得我读的有点头皮发麻，有点鸡皮疙瘩起来了。我感觉其实挺吓人的，你人生中做出来的一些小小的选择，然后当天呢感觉是那么的平凡，但结果呢它却改变了一个很大的走向。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有趣啊。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听废话，我不喜欢废话的人看我的频道，我就喜欢废话的人看我频道。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